一个上古之女满身铜臭，这么多年，除了做一个暖床的贱妇，你一无是处。而娇娇呢，听闻母亲生病，三顾茅庐请来神医，还一心爱重于我。你笑什么？我家小姐笑你识人不清，笑她大言不惭。神医明明就是我家小姐请来的，怎能容他人冒领？笑话！神医明明是娇娇请来的，和她有什么关系？和我没有关系。没错，你要是有请来神医的能耐，又岂会是一副只会洗衣做饭的黄脸婆模样？从始至终，你都不过是一个贱妇而已。那她就有这本事？当然。娇娇之父柳大学士乃是儒林翘楚，和神医关系匪浅，而你苏小小居然恬不知耻，冒领功劳，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多看你两眼吗？小小啊，反而言之有理，你就别太任性了。好一个言之有理，好一个有心了。婆母顾范，你们今日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你这贱妇，怎么和我娘说话呢？你们这一家人，当母亲的两面三刀，当儿子的背信弃义，还有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淫妇。从今以后，我们恩断义绝。禀圣上，天下万商商主苏小小求见。姐姐怎么来了？快请。民女苏小小见过陛下。民女今日前来，是想请陛下降旨准许我和顾范和离。啊？和离？你要和离？顾范已另有所爱，这是柳大学士之女柳娇娇，于7日后纳为平妻。君子有成人之美，民女不愿再阻碍他们二人，故请旨和离。好一个顾范，好一个状元，竟然敢始乱终弃！姐姐，单是和离怎么能够？我这便拟旨，赐你休书一封，休了那陈世美。那民女便先行告退，在府中等候旨意。苏姐姐，往后若是再有人让你受委屈，尽管来找我。民女多谢陛下。圣上，那顾家后日大婚，忘恩负义之徒，还想让朕亲自见证？拟旨剥夺顾帆状元身份，届时与休夫旨意一并送顾府。是。等等，那柳娇娇一并贬为贱妾。小姐，光是今年您补给给顾府的现银就有3万多两，其中足有2万多两都是为了顾帆的败家子置办行头，举办诗会文集。当年家族衰落，受人追杀，若不是顾帆收留，我怕是早就没命了。至少他也曾对我有过珍惜。这些，可这些年若无您暗中帮扶，顾帆绝无可能有如今的成绩。现在顾府都是您一人在操持。好了，不要再说了。行商尚且有亏本的风险，更何况情爱。值得庆幸的是，为时尚早，我仍可以全身而退。苏小小，我与娇娇婚期将至，到时候圣上亲临，牌面必不能小了去。这聘金聘礼，你可得好好操办着。是啊，小小，毕竟是柳大学士之女，到时候可千万不要怠慢了娇娇。堂堂新科状元，纳妾竟要正妻花钱，我真是开了眼了。说出去也不怕人笑掉大牙。够了，苏小小，当初要不是你家有点钱财，会娶你。我儿可是当今圣上钦点的状元郎，柳大学士之女都甘愿下嫁为平妻，而你这商女贱妇，连给我儿提鞋都不配。我儿心善，才留你正妻之名，如今让你出点钱，你却如此计较，当真没有半点贤妻风范。好啊，这钱我出。
这圣上驾临，顾家自然不能失了体面，所以这聘金头面、婚宴场地、厨子、下人等零碎物件加起来至少也要5万两左右。倒也不必那么多。要的要的，这可是圣上驾临的大宴。算你识相。所以加上这5万两，状元郎，你可要还我30万两啊！我是个好人，可以分期付款。荒谬！哪有丈夫问妻子拿钱还有打欠条的道理？那丈夫娶妾用原配妻子嫁妆便有道理了。不愧是商贾出身，上不得台面。要不是早娶了你这个贱货，娇娇进门便是正妻之位。如今不过是些许钱财而已。我呸！当年若不是老爷和小姐，你不过就是一个乡下泥腿子，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无知村妇而已。反了！苏小小，管管你这个贱婢！确实该管管了。如此聒噪之人在此扰我清静，简秋冉冬，还不将他们给我请出去！是。顾帆，这30万两银子，我可以等你慢慢还。烦了！真是反了天了！娘，我要生气！儿子，等等我！娇娇，顾郎，娇娇，我要休了那个贱妇，娶你为正妻。我儿，别冲动。可是顾郎，你才刚入翰林院当差，若这时候休了她，言官定会参你个忘恩负义。是呀，眼下不是休妻的好时机。他不仅以铜臭之物贬低我，还把我和母亲赶出院门，我实在是忍不了。对，苏小小不敬婆母，犯了妻出之罪，就以这个理由休了她。竟将你和婆母赶了出来，姐姐这怕不是恨上你们了？休了她！被休妻出门，连嫁妆也不能带走，还想让我们还她钱财，我要让她一无所有。那我这就为顾郎研墨，写下休书。不急，直接休了他多没意思。我还指望他给咱们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宴。等过几日，在咱们的婚宴上，我要当着全京城达官显贵的面，当着当今圣上的面，让他颜面扫地，身败名裂。如此还能显现出我对你的爱意，届时你也能光明正大的站在我身边，做我的妻子。顾郎对我真好。这顾大状元不仅才高八斗，情深意重，听闻他与他夫人早已成婚多年，却还是求得圣上大办婚宴，真是令人羡慕。状元郎10年寒窗，也是靠妻子拿出嫁妆，外加浆洗缝补贴补家用，足见二人感情颇深呐。恭喜状元郎，年仅20便连中3元，榜上登科，又得圣上青睐，之后必是宰辅之相，栋梁之才呀！各位谬赞，皆是圣上垂青罢了。柳大学士之女与状元郎也是珠联璧合，郎才女貌，今后必是一对佳偶。夫人过誉了。不是过誉，不是过誉，我的好儿媳，你总算来了。今日拜完堂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苏小小，你这上不了台面的贱妇，怎么敢来状元宴？众所周知，我乃状元郎的原配妻子，为何不能来？放肆！今日是我与顾郎的成婚宴，谁准你做长者主位的？状元郎今日娶的是平妻，平妻也是妾，这妾室侍奉主母的规矩，跪地磕头奉茶的礼仪，你可一个都不能少。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当年顾某乃是一介贫寒书生，幸得家人倾心相助，才有了如今的成就。这么多年，他的恩情我一直不敢忘记。这说的难道是原配夫人？那这柳大学士之女，从今往后，柳娇娇便是我顾帆名正言顺的妻。至于这贱妇苏氏，一个满身铜臭的下贱商女，如何配得上这状元夫人之位？所以我决定休妻。我决定休妻。休妻。你顾帆，你有什么资格休妻？你的束绣是我拿嫁妆供养，你的家人由我看顾照料，你所请教的大儒是我花钱砸来，你所读的官府文书也是我舍下面子求来的。够了！洗衣做饭是否夫君，是我逼你做的吗？这些事情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都能做。苏小小，明明是你自己低贱不堪，敢信如此？你说什么？至于什么砸钱请来大儒，卖面子求来官府文书，更是无稽之谈。这些事情明明都是娇娇做，和你这个贱妇有什么关系？不错，是我求的几位大儒出山，也是我借来官府文书，助力夫君登科及第。只有我才配得上状元夫人之位，你这种人做妾都嫌低贱。我这种人，一句话便能让你柳家全族覆灭。贱人，你简直狂妄无知！一介妾室，不分尊卑。今日我便好好教教你规矩。贱妇，你敢动我夫人？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在大夏再无容身之地？跪下，给娇娇磕头认错！还不愿是吧？看来在把你扫地出门之前，我还得请出家法，让你明白什么是女德，什么是夫纲。来人！怎么回事啊？范儿，你这三品及第的状元之位，我一句话便可将其取消，你信不信？大言不惭！我看你这贱妇真是失心疯了。老夫人，这整日困在后宅的黄脸婆，今日当着众人的面被休弃，得了失心疯，实属正常。今日是状元郎大喜的日子，实在不应该被他耽搁了。依我看，找个人把他赶出去得了。对，来人，把这贱妇给我打一顿，扔出去！我看谁敢！苏小小，圣上即将亲临婚宴，你再闹，就不怕触怒圣颜治你死罪？触怒圣颜，只怕我到时伸个巴掌，当今圣上都得乖乖的把脸凑过来。啊！放肆！他敢辱骂当今圣上，你简直是找死！找死！你确实是找死！从今以后，我绝不会再对顾府心慈手软。心慈手软，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顾郎，这贱人在咱们婚宴上大言不惭，侮辱圣人颜面，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依我看，这贱妇已是彻底疯了，想要拉咱们顾府同归于尽。是呀，范儿，娇娇所言极是。你若不壮士断腕，大义灭亲，若是圣上来了，恐怕我们都要完蛋了。母亲和娇娇所言极是。京城守备军何在？将这个嫉妒发狂、胆敢辱骂当今圣上的疯妇拿下，关入天牢。是，圣旨到。圣旨到。状元郎，恭喜啊！先有殿前钦点状元之荣耀，又有这圣旨嘉奖之恩宠，前途无量啊！恭喜恭喜！同喜同喜！臣顾帆接旨。
这圣旨可不仅仅是给你的，还有给苏姑娘的。苏小小啊！高中状元接受6品官职，诰命从夫。状元郎又受到陛下再加恩宠，莫不是要给这原配赐下这6品诰命？你是说这苏小小要被封诰命夫人了？楚公公，这圣旨如果是圣上得知苏小小乃是臣的正妻，而下旨赠封诰命，还烦请公公回禀，这苏小小犯了七出之罪，已被臣所休弃。这诰命之位，唯有臣心中挚爱柳娇娇可得。状元郎休妻？没错，这奸妇不敬婆母，谋杀亲夫，早就被我们顾家逐出门去。闭嘴！你可知你口中的奸妇是何身份？她能有什么身份？不过就是一个乡野村夫，下堂弃妇罢了。哼！众人听旨，新科状元顾帆忘本负义，抛弃糟糠，不配为人夫。朕待苏家小小，赐顾帆一纸休书，今后2家再无关系，死生无关，钦此。休夫，这怎么可能？儿啊，莫不是我听错了？楚公公，您是不是搞错了？这天下间哪有休夫的道理呢？就算是有，这人朝民间，心比天高的弃妇，有哪来的资格？怎么没有？您原配妻子的情深意重，打动陛下谋得此位，转头便欺瞒陛下，求取重臣之女，是为不忠。抛弃家道，腾达之后又另攀高门，还妄图谋取原配嫁妆，是为不义。如此不忠不孝不义之徒，我苏小小不屑与之为伍，当堂休妻又如何？苏小小，我乃华山钦点状元郎，你敢如此羞辱于我？苏小小，状元，你很快便不是了。苏小小，这状元帽乃是圣上亲赐，行刺状元，玷污圣赐之物。楚公公，这苏小小其罪当诛。诛我？你看他敢啊！大胆！楚公公乃是圣上身边第一掌印太监，岂是你这个贱妇可以羞辱的？出言不逊，胆大妄为，先是不敬圣上，又是行刺状元郎，现下又是对着楚公公大放厥词，简直愚不可及。就是，像你这种愚不可及的夫人，理应立刻处死。公公若是怕脏了手，在座之人皆可代劳。不必劳烦各位，属下这就替公公将这贱妇斩杀。给我住手！公公不必担忧，区区一个贱妇，属下斩她易如反掌。我看该死的人是你才对。你还敢大放厥词，找死！公公，您这是何意啊？瞎了你的狗眼！来人，把这个以下犯上的狗东西给我带下去，当场处死！公公饶命啊！公公冤枉啊！奴在司礼监掌印太监楚玉峰拜见商主，拜见商主。商主，商主，这怎么回事？一个只知写衣做饭的黄脸婆，怎能让楚公公下跪？奴才擅自道出商主身份，请商主恕罪。楚公公，我若是再隐瞒身份，这群无能狂妄之辈，只怕要将我就地诛杀了。荒谬！荒谬！你说，他一个只知道围着灶台转，大字不识一个的苏小小是什么天下商主？这怎么可能？大胆！天下商主的身份何等尊贵，岂是你一个小小的贱人敢于知会的？本就荒谬。万商商主乃天下第一巨富，一手拉起大夏、郑国、北莽3国贸易线，统领天下万商商行，将商人低贱的地位拔高到与世同等的传奇人物。但凡商人莫不尊称其一声主上，如此传奇人物，
岂是他这等下同弃妇能沾染的？夏虫不可语冰。商主，您要如何处置这2个贱妇淫妇呢？取消顾帆状元之位，柳娇娇变为贱妾。商主和圣上所想不谋而合，真是可笑。我父亲乃当朝一品大学士，我是父亲嫡女，顾郎更是圣上亲赐的状元郎。我们2人的身份，其实你说夺就能夺的。你以为你是谁？顾帆、柳娇娇听旨，取消顾帆状元身份，剥夺对其一切赏赐，同时将柳娇娇打入贱籍，贬为贱妾。这怎么可能？我父亲乃当朝一品大学士，我是父亲嫡女。我夫君更是圣上亲赐的状元郎。重复的话说太多遍就没什么意思了。来人，将这2人给我押下去。慢着！我看谁敢动我女儿！父亲，这女人不但冒领商主身份，还想借此机会夺我夫君功名，贬女儿入贱籍，简直胆大包天。谁不知道有神秘至极的丰都鬼市重开，有秘宝现世，现召集武林人士和富豪前往拍卖。万商商主可是天下第一巨富，自然也在召集之列，怎可能来到此处？是啊，没错，是啊，这个妇人出身底层，人丑命贱，现在还冒领身份来报复我女儿，是罪该万死。笑什么笑？我笑你蒙昧无知，笑他口出狂言。你们怎么就知道万商商主不会出现在这里呢？真是可笑！先是口出狂言，称可以左右圣上意愿，现在又大言不惭，自称万商商主。苏小小，你想让我们相信你的胡说八道，那证据呢？放肆！商主地位超然，何须自证？你说不用就不用，说不定就是你们狼狈为奸，想要假冒身份报复我2人。没错，而且依我看，这阉狗能够为了这个贱妇如此付出，我看这关系不一般吧。口出狂言，你们找死！别着急发火呀！你敢为这个贱人假作商主身份，还不敢让他承认阉人情妇的身份吗？这情妇？是啊，如此就说得通了。我就说这状元郎圣宠无人能及，又怎可能连发2道圣旨如此贬低他？我真是没看出来，你这个黄脸婆竟还有狐狸精的潜质。还有你这阉狗，为这贱人假作2道圣旨，就不怕千刀万剐吗？这杂家闭嘴！楚公公如此激动，莫不是被我们说中了不成？苏小小，我还以为你有多贤良淑德呢，没想到竟浪荡到愿与太监苟合。早知道我就不该休了你，把你卖到窑子里去多好啊！好歹伺候的还是真男人。那这样的话，我愿意当他第一个恩客。哎，赵大人何须如此啊？我免费送给你玩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早先就应该收拾了你。既已不是状元，那这状元服你也不配穿。奸妇，你找死！贱人，下我脸面毁我前程，我杀了你！我，丰都鬼市有秘宝现世，早已通知天下豪商，为什么不早说？来人，去找苏商主。这顾帆竟敢如此辱我苏姐姐，简直活腻了！你不用去了，来人，摆驾天香楼。
下我脸面，挥舞前场，我杀了你！我。顾帆，这些年我是不是将你捧得太高，以至于你认不清自己的本事？我，就你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弱鸡模样，竟然还敢动手打我！苏小小，你敢动我儿？顾帆，你可还曾记得以前答应过我什么？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小小，日后我若负你，必然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不记得也没关系，我来帮你执行。不要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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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臭啊！小小，是我对不起你，是我违背了誓言。但请你看在我们相伴多年的份上，我求求你饶了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这便求饶？我这么多年真是眼瞎，竟看上你这么个怂蛋！帆儿，苏小小，我就知道你个贱货不敢杀我，虚张声势。苏小小，你对圣上多不敬，现在还公然侮辱状元郎，大闹状元宴，就杀你1万次都不够赔偿。没错，按照大夏律例，你该千刀万剐。哼，我倒要看看，今日谁敢诛我！你这妇人，短见薄识，不知世家之威。哼，罢了，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柳家死士何在。除开世家，还有我功勋之位，今日便让你开开眼，我王府亲卫何在？听我号令，诛杀此妇！私养护卫，滥杀无辜，得罪商主，胆大包天！得罪商主，胆大包天！万万岁！万万岁！大夏李北辰见过苏商主。见过苏商主。朝政繁忙，来晚一步，还望姐姐恕罪。陛下若是来得早了，我便看不到这一出又一出的精彩戏码了。有你个不知廉耻的孽，害我们柳家被诛九族啊！父亲，我不知道他真是商主啊！皇上，这都是孽女冲撞了商主，我柳某愿将孽女交给上主。父亲，闭嘴！从现在开始，这个孽女和柳家再无半点关系，任由上主处置。父亲，你不能这么对我！我不是你父亲，我没有你这样的孽女，请皇上恕罪啊！苏姐姐，这奸夫淫妇，你想如何处置？就按陛下圣旨上所说，柳娇娇贬为贱妾。至于这顾帆，我要取回家产，夺她功名，打入贱籍，送她和这柳娇娇一起做一对底层鸳鸯。不可以，我好不容易高中状元，我从小平步青云，我怎么可以被打入贱籍呢？小小，不，娘子，娘子，你放过我，我是你夫君啊！就你也配？楚公公，奴才在。顾帆状元之位和柳娇娇被贬为贱妾的旨意，朕早已下，为何这二人还在此张扬？
奴才办事不力，请陛下责罚。来人，带下去。是。小小，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对你好的成婚6年，我从未对不起顾家分毫，你却另娶平妻，蒙我嫁妆，辱我人格。你对我喊打喊杀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自己会是如此下场？小小，都是娘的错，求你原谅我们吧。我没错，大丈夫审时度势，我有什么错？少是你，是万上商主，眼见我为求取功名而悬梁刺股，你却对我分毫不透露，你就是想看我笑话。顾帆，如果没有我，你以为你当得上这状元？不可能！明明是我悬梁刺股、废寝忘食，靠着才华才一路势如破竹，最后在金銮殿上被圣上提名高中状元。这一切都是我凭努力得来的，绝不可能有你的功劳。蠢货，怎么不可能？你自开芒起的每一个老师，都是苏姐姐为你请来。你裁决天下的名声，是苏姐姐散尽千金为你传播。你每次科举考试所背的书籍，都是苏姐姐提前搜集为你备好。否则，你以为凭你这平庸之资，是如何有这才气名声的？又是如何次次都能摸准考官喜好的？凭你的运气吗？苏姐姐，和这等陈世美有什么废话可说？我替你斩杀了便是。苏姐姐，当年沈家衰落，受人追杀，得他一家人收留于我才……算了，就当是还了当年的恩情。可是，我相信，让他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状元郎，变成一个人人都可踩一脚的贱奴，对他而言，比死可怕。不，小小，我是被柳娇娇这个贱人迷惑。小小，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重新八抬大轿娶你进门。你还不将这些人给我拖出去？是。走，娘子，走，再给我一次机会，娘子，走，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错了，娘子。苏姐姐，陛下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之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大夏传国玉玺，丢失已有100年，但根据县人密报，此次丰都鬼市县市推出的拍品之一，便是玉玺。丰都鬼市神秘至极，向来这帖子只发江湖9道，不发官府。苏姐姐，恳请你再帮我一次。不过是一玉玺而已，与民生无关，与我更没有什么好处。陛下，我为何要走这一趟？据县人密报，你父母正是从这丰都鬼市拍卖秘宝回来后，才招来追杀的祸患。据说沈家覆灭也与此有关。什么？小姐，圣上说的没错，当年追杀老爷夫人的那批死士，全都从丰都鬼市而来，沈家的事和鬼市也脱不了干系。小姐，来不及了，爹，快，你快带小小走，走，快走！说，沈家密库的钥匙在哪儿？我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我要杀了你！把他给我带回去，慢慢的审，挖地3尺，也要把沈家老东西给我找出来。带走，走。
接下这份邀请，我倒要看看这丰都鬼市都有些什么鬼怪。可是小姐，丰都鬼市乃江湖9道共同维持，平日并不开放，只有江湖秘宝现世之时，才集结天下武林前往，神秘至极。咱们仅凭万商商主身份，恐怕难以服众。可是小姐又不只有商主一个身份，不是还有……商主身份足矣。一个商贾之女满身铜臭，这么多年，除了做一个暖床的女人，你一无是处。从始至终，都不过是一个贱妇而已。娇娇，这次婚宴，我当为你大办。我此生只有小小一人便足够，绝不纳妾。若为此事，必天打雷劈。从今以后，我绝不会再对顾府心慈手软。人间的好汉，我们如果好，好，那娘们儿接受了丰都鬼市的请帖了，沈家那富可敌国的密库终于可以被我北莽拿下了。大王子英明，到时候有了沈家密库的巨斧支持，我北莽铁骑必将踏破整个中原。不过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研制的可以控人心智的秘药如何了？大王子放心，那秘药已被小的秘密送往大夏，同时小的给丰都鬼市也送上了一份，到时候好，双管齐下，大夏领土已是我北莽的囊中之物了。胡木齐，你速速领兵前往丰都鬼市，别让我们的财神等太久了。是。当着我的面抢狗饭，我让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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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吃！天下巨富沈万三的独女，居然连狗都不如，真想让所有人都来看看！你不是宁愿疯了，都不告诉我沈家密库的钥匙在哪儿吗？没关系，还记得丰都鬼市吗？天下万商商主苏小小也会亲自到场，到时候我希望你女儿的骨头和你一样硬。届时我勇猛的北莽男儿将用天下第一巨富的财产踏平大夏每一寸土地。恭送商主。什么？丰都鬼市有变，同时北莽傀儡药已经被间谍带入大夏。快，召唤刑天司4大掌命，给我追上商主。属下领命。其余的人给我去查，我倒要看看大夏到底还有多少蛀虫。是是。
这是什么宝贝啊？不知道啊。欢迎诸位来到神秘的丰都鬼市。好，根据我们鬼市的规矩，每次拍卖必为绝世秘宝。此次秘宝起拍价10000两黄金，上不封顶，请出价。请出价。3万。我出5万。呵呵，我出20万。我出50万。哼。爱糟蹋那臭娘们儿，凭什么跟我竞争？价高者得，这是规矩。别争了，我武林盟5000万两黄金。什么？1000万黄金？武林盟统领江湖9道，果然底蕴深厚。小女子拜服。哈哈哈哈哈！那这秘宝盒也要交由老夫来开了。1000万黄金，第一次。1000万黄金。1000万黄金，第二次。1000万黄金，一座金矿。他是谁啊？一整座金矿吗？他们真的有一座金矿吗？说什么？我说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矿。金矿？一座金矿？你以为你是谁？放肆！敢对商主不敬！什么商主？狂妄无知！我不是天下商会商主，天下最有钱的人，怎么可能？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这也不能证明你就是万商商主。我还需要证明吗？当然，如果你出不起这天价，丰都鬼市这秘盒就不会让你开。简秋，出价100万黄金，请信阁楼将武林盟主所在铁剑门的所有秘籍悉数散发给天下武林。是。一炷香的时间，盟主，你铁剑门的命运将落入地狱。对，你以为我铁剑门是何等势力？无知小儿，凭这就能唬得住我？女人就是不顶用，竟敢妄言污蔑铁剑门，真是不自量力。万商商主可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以他的实力，天下所有的珍宝尽在手中，怎么会看得上丰都鬼市的秘宝？要装也要装得像一点。说得对，以万商商主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来丰都这种鬼地方，以冒充他，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想让我死的人，都已经化成灰。是吗？那我们今天就带万商商主给你一个教训。这是铁剑门的立宗之本，地魔剑法。我这是铁剑门掌门亲传天玄北斗剑。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真的是万商商主？还需要证明吗？现在我有资格了吗？竟然真的是我们商主！分天谷谷主江无道参见商主。百草堂堂主薛千耀见过商主。见过商主。现在
还有人和我争吗？那我就打开这密宝盒了。山主请慢，鬼市报价3次，这是规矩。你是觉得还会有人出价比我更高吗？这毕竟是规矩。好，那我就让你喊。万商商主出价1座金矿，第1次；1座金矿，第2次；1座金矿，第3次。恭喜！我出边境5城。我出边境5城。杀神胡木齐，贼莽逆贼！终于等到了。再敢擅动者死！万商商行商主，天下第一巨富，闻名不如见面。我的财神胡木齐，你怎敢随意杀人？区区蝼蚁，死就死了。你丰都鬼市的拍品，全天下都趋之若鹜的秘宝，在你这个首富看来不过尔，谁要把你引来，可真不容易。这次的丰都秘宝是你放进去的。哈哈哈哈！不愧是财神，为了让你踏入陷阱，我可是贡献出了我最重要的宝物。你们想知道能把珍宝无数的万商商主都引来的秘宝到底是什么吗？想，那就让你们看看，这让全天下都趋之若鹜的丰都秘宝到底多么诱人吧！这不是玉玺吗？传过玉玺吗？是玉玺啊！那就让你们看看，这让全天下都趋之若鹜的丰都秘宝到底多么诱人吧！竟然是大夏失传100年的传国玉玺！没错，就是100年前你们大夏那个昏庸软弱的皇帝为求自保，亲手交到我们北莽汉王手上的传国玉玺。放屁！看看你们大夏大名鼎鼎的万商商主亲自驾临此地，不是已经非常清楚吗？所以你设计引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可以说清楚了吗？众所周知，我们北莽子民个个都是勤劳勇敢的武士，却连吃饱都是问题。我的财神，我们缺钱呢！哦，你难道是想找我借钱？不，我们可没有您这般特殊的吸金体质，我们可不敢借您的钱。这样的话，抢这个字，你看如何呀？毕竟借钱是要还的，而抢不用还。那你想怎么抢？非常简单。只要你把沈家密库的钥匙交出来，顺便把万商商行的全部势力交给我的将士便可，否则财神便赐我，也是一大奇观呢。北莽竟有人长了脑子，本就是天下第一奇观。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既然知道这是陷阱，还要踏进来，凭借的是什么？你什么意思？你只知我是万商商主，却不知我另一层身份。今日便让你好好见识一下，刑天刃来！掌管天下不平事的刑天殿殿主，竟和万商商主是同一个人。大夏刑天殿手握最高执法权，上至王侯将相，下斩魑魅魍魉，就连大夏皇帝范氏都要交予他们掌权，这怎么可能？现在你是要抢我，还是要杀我？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刑天殿主是何等的传奇人物，岂是一介女流能够踏入的高位？你绝对是假冒的！商主，这胡木齐乃北莽第一杀神，
所携带的将士全都是北莽的顶级高手，你可千万不要逞强啊！虚张声势可不是高招，不如早点臣服在我的胯下。你可以这么认为，不过如今你的死期已至，四大长命何在？莽边离，双锤山推煞风，霹雳虎，拜见店主大人。商主、店主，当世排名第一、第二的传奇人物，竟真是同一人，不愧是五辈女子的楷模。新天殿的四大杀神，我竟然对新天殿的店主动手，我真是……就算是刑天殿主，那又如何？你以为我们北莽还是当年那个只是在马背上打仗的武夫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100年前，我北莽大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到你们大夏的皇城，几乎让你们大夏灭国。这玉玺就是当年你们那个像狗一样软弱的夏皇亲手送上。那又如何？当年若不是刑天殿出世，仗着武功高强，刺杀我北莽大将，暗杀北莽皇室，这大夏早已是我北莽的囊中之物了。你以为我们北莽还会重复当年的覆辙吗？五大战将在，让这个大夏人好的看看我们北莽这些年的进步。是。啊！杀！是。现在你还敢杀我？现在你还敢杀我？流星锤、五虎掌、凌波步，这些都是大夏的功夫。到底是谁把我们的功夫交给了这些北莽的乱臣贼子？你们大夏的功夫真是不错呀，可惜你们这些大夏人根本就不懂。比起这些，更让我忌惮的是看似永远都不会倒下的沈家。当年我沈家被灭族一事，果然与你们有关。没错，谁让你们沈家巨富，每次仗打到最后，双方都弹尽粮绝。可是你们大夏永远都有你们沈家的背后做支持，不灭你们沈家灭谁？我只恨当年没能掘地3尺把你挖出来，让你苟活了这么多年。所以当年带走我娘的也是你们。当年那个被沈家宠成公主的独女，这些年一直都是北莽帐下男儿的玩物。哦，不，玩了这么多年，当玩物就不称职了。他现在只能当大王子帐中一条给狗配种的畜生。再敢说我娘一句，店主，你这就忍不了了。若我还要说，我北莽早已在大夏布下无数的暗线，只等大皇子一声令下，你们大夏就是我北莽的囊中之物。北莽逆贼，狼子野心，要动我大夏，也要问我手里的宝剑，答不答应？逞英雄是要付出代价，当年有多少人为了一圈热血马革裹尸，最后骨埋深山不得善终？我看你有点本事，劝你最好臣服于我。哼，妄想！店主，之前你我的恩怨不必再提。我们虽然是江湖人，不问朝堂事，但我们生在大夏的国土上，开宗立派，自然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今天我铁剑门誓与刑天殿共进退，今日誓杀胡木七此贼。愚蠢，真是愚蠢至极！你错过了最后臣服的机会。什么意思？你们以为这丰都鬼城我就没有暗线吗？好好享受最后的自由吧！
胡木齐，你对他们都干了什么？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们现在都是我的傀儡。北莽贼子，你用的什么妖术？妖术？不，这只是一点点能够控制人心的药物而已。早在拍卖开始之前，它就已经溶解在你们的酒里了。何必抵抗？难道你们没有感受到你们的功力在爆炒啊？怎么回事？我的功力真的在提升啊！绝不会如此好戏。没错，我又不是做善事的。那些药物是能够大幅提升他们的功力，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神智也会丧失，成为没有思想的傀儡。我北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拥有这么多武力高强的人形兵器，岂不妙哉？狼子野心！不光是他们，我还秘密运送了不少更高级的药物到你们大夏的高官府邸，这下他们可能正在开着宴会呢。胡木鸡，你们都是无辜之人，我不想伤害你们，让开！没有用的，他们听不懂的，他们现在就是一群傀儡。胡木鸡，小姐，这样下去不行。这些傀儡是不知道痛的，不知道累的，他们可以打到最后一丝力气。大战将，还愣着干什么？胡木齐还不受死！胡木齐还不受死！你先走。既然你想死，本将就成全你。你当真有两下子？杀你足够！你若杀我，你就真的不想知道你母亲的下落了。待大夏王局踏破北莽王帐之时，自然能找到我娘。如果要你当面看着你娘死呢？起开！如果要你当面看着你娘死呢？起开！娘，再不放开胡木齐，我娘的性命！给我住手！想不到天下无敌的擎天店主，竟然如此软肋。
小姐，店主，再敢对我动手，就不怕你娘香消玉殒吗？没想到你这个贱狗还有这等作用，还好我留了你一条狗命。如若不然，我还怎么辖制住你这天下第一呀？给我上！都给我住手！阿什娜，你到底想干什么？阿什娜，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让你堂堂的刑天店主给我跪下！你做梦！小姐，别上这狗贼的当！跪不跪？不跪的话，店主！堂堂大夏住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堂堂刑天店主，居然给北莽人跪下！你膝盖这么软，历任店主知道吗？就算你天下无敌，现在也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阿什娜，放过我娘亲，我留你一条活路。刺到临头了，还敢威胁我？给这贱狗一刀！想让我住手，很简单，只要你自断手脚筋，自废武功，五体投地，匍匐到我的脚下，我就饶了你娘，如何呀？不可能，我刑天店主，奉天执法，护佑大夏，怎能用这种身份匍匐在你这种逆贼脚下？那就没得谈了。住手！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如若你再不动手断筋，匍匐跪地，我就先断了你娘的四肢，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她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小姐，小姐，店主，娘亲，是我，娘亲。不管你叫什么，他都听不懂。我不妨告诉你，他现在跟一个疯子没什么区别。就是可惜了，我北莽儿郎还没享受几日娇贵的千金之躯，他就疯了。哎，那这么说，我们岂不都是刑天店主的便宜店？阿什娜，我会杀了你！我发誓，我一定会杀了你！还剩下3条筋，还不动手？娘亲，是我。胡母亲，你不是说他的神智已经不能恢复了吗？这反应怎么回事？这属下也不知。不过大王子不必担心，就算贱狗反应再大，那又如何？还不是大王子的手下一捏就死的蚂蚁。你说的对，苏小小，还剩3根筋脉，
不动头！娘亲，你这个贱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娘亲，阿史达，我已咽下此段经脉，你放过我娘亲。娘亲，娘亲，是我在。娘亲，娘亲。啊！娘亲，小姐。阿史那，我要杀了你！不好，梦白今夜所受的刺激过于强烈，这是悲伤过度，震伤了心脉啊！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刑天殿主，武功天下第一，没了那个贱狗牵制，我真以为完了呢。没想到竟是因为悲伤过度，实力大跌，真是天助我也！给我上！你们这些孽畜，害我家人，乱我家国，这心头就我苏小小也会与你们一起清算，让你们血债血偿！狂妄！刑天殿主，就算你实力再强，现在也不过是风中残烛而已。就凭这些废物，难道也能成为我的对手？无耻之徒，许你狗命还是绰绰有余。老实说，苏小小，我还是挺佩服你的，能从满门被灭的孤儿成为万商的商主，再成为刑天的殿主，你的确是不世出的传奇。只可惜你投错了胎，徐大夏这等劣种民族，注定要被我北邙上等的民族消灭。想动我刑天殿主，就从我身上跨过去！你一个被我灭药伤的油尽灯枯的废物，还敢拦我，自不量力！你们这群人简直找死！我大夏好儿郎，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既然这样，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去死吧！退后！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小姐，你现在如此虚弱，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闭嘴！这一战不光是为了我母亲，为了我，更是为了大夏子民。就算是死，我也不能让这逆贼侮辱我们的种族，践踏我们的国土。大言不惭，狂妄至极！苏小小，我劝你最好臣服于我。待我大军入境之际，
我还可以留你一条贱命，送给我扎家男儿做一条玩物。废话少说！放心，我不会一刀结果你的。我要欣赏你的惨叫，割你的肉，放你的血。贾史那根本就没有认真与店主对决，他在戏耍店主。他明明每次都能杀死小姐，可每次出手都只是打伤，这哪是羞辱，简直就是折磨！小姐不要，小姐，我们不打了，我们回家。小姐，这一战如果没把他留下，我们便会无家可归。大夏千千万万人也会无家可归。身为大夏人，可以流血牺牲，但绝不能认输和屈服。不，小姐，不要再打了。身为大夏人，我要为大夏流干最后一滴血。老夫的血还未凉，我大夏足矣。还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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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令人感动啊！只不过你们大夏剑者的鲜血污浊不堪，流得再多也不过是污染土地。那就让我看看你们大夏的剑种有多少血可以流。不要！哼，让王子融合中原武术的想法真是超神啊！看着这满地大夏猪狗露出生不如死的表情，真是快！将军，为何大王子不干脆灭了这帮猪狗？这你就不懂了。大夏有句话叫做杀人不如诛心，将这些人杀了，人死灯枯，就不会感到痛苦害怕。但如果让他们活着受尽痛苦，忍耐恐惧，这才是最有趣的事情。阿什纳，你给我住手！住手！你们这些大夏的猪狗都是上好的活靶子，刚好给我磨刀。我为什么要住手？我要让他们的血流干，再去取你的性命。我要让他们的肉身和心灵受到双重打击，然后跪伏在我的脚下。畜生！你们北莽人人都是畜生！区区婢女还敢和我作对？简秋，小姐，我没事。我看你还能撑到什么时候？就算我是区区婢女，是千千万万大夏人中的一个，也要誓死将你们北莽逆贼斩尽杀绝！你们北莽休想践踏我们大夏！一个不服，我就杀一个；两个不服，我就杀一双；1万个不服，我就万人屠！我北莽注定要把你们大夏踩在脚下，就从你开始。大夏一寸山河一寸血，绝不允许外族践踏！就让我看看你一个人能做多久！他舔我一个呢！住手！你不惜将内力传于我，也不要自己的命了。店主，你之前不是已经将我铁剑派秘籍分发到天下了吗？如今天下学武之人都是我铁剑门的徒子徒孙，老夫死而无憾了。你们找死！诸位，此事不忽悠我大华夏，正待何时？难道你们怕死吗？武当于星瑞助你，洛阳门助你，刘家当主刘九鼎，花枪门徐彦斌，
老虎山西来，抓你！即便你们用命相抵，也不过是无用功罢了。你们大夏的土地必将被我北邙铁骑践踏，你们的女人也将被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北邙狗贼，口出狂言，也不怕烂了舌头！是时候该表现了。这一拳，拿你15年前害我全家；这一拳，拿你多年来害我母亲；这一拳，拿你多年对我大夏贼心不死；这一拳，我要打得你魂飞魄散，再无轮回！你打呀！你若再次杀了我，大夏就完了。我北邙大军已经包围了丰都鬼城，我死了，你们也跑不了。大夏的帝王也同样跑不了。我死了，你们就完了。你说什么？他是大夏皇帝？顾郎，你说我对你好不好？舅舅，你对我好的简直无可挑剔，要不是你，我早就……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屈服于他？就因为他成了万商商主，你就能不顾一切把我推向泥潭，眼看着我被羞辱。舅舅，我求你放过我！放过你？放过你？那谁来放过我？我会有呼噜，为你搭桥，你却如此回报我。你够了！注意身份，你现在只是贱奴，要适应这个角色。后天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知道了，知道了，爹爹，您现在不是正忙着密钥的事情，就不怕有什么变故？哼，能有什么变故？制签宴的时间已经定好了，届时这朝中大多数的大臣都会到，只要这个药给他们吃了，权力、大夏都是我的囊中之物啊。可皇上那边……皇上，哼，是他不顾君臣之谊，不让我有活路，就别怪我再找个人当皇帝。比如说那个废物雍王，多好的一个帝王傀儡啊！爹爹果然英明，待爹爹大权在握，到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帮女儿报仇。我要那个贱人碎尸万段。乖女儿，不要担忧，那个娼妇八成死在丰都鬼市。如果大夏皇帝再次被杀，大夏将乱呐！狗贼，你休想危言耸听！李北辰啊，李北辰，江湖莽夫都懂得道理，你怕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了吧？美景你最清楚，他完了，大夏也就完了，你还敢杀我吗？阿史那，你以为正是你这种没有脑子的人？你现在的兵力全都在这丰都鬼城之中，北邙王帐那边应该没有多少人吧？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哼，我的大夏铁骑现在正在踏破你的北邙帐，而在我踏入这道门之际，你留在鬼市外的将军就得知了王帐遇袭的消息，告诉我，
现在鬼市外还有人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不能杀我！你死不足惜！娘亲，你睁开眼看看我，我是你女儿，娘亲，为什么我救不了你？苏姐姐，伯母在天之灵，知道她能回大夏，一定会高兴的。回家，娘亲，小小带你回家。店主，这是武林盟的疗伤圣药，可以助您恢复功力。恭送店主！恭送店主！恭送店主！娘亲，小小带您回家了，我们一家人团圆了。沈家一贯大义，想必地府阎君也会敬佩。伯父伯母及老爷子必得百事无忧。百事无忧。陛下，您真是下了好大的一盘棋。本以为已有万全之策，护苏姐姐安危，没想到伯母会在，但我绝无任何伤害苏姐姐的意思。我是心悦苏姐姐。不必再说了，一切都是为了大夏。可事情还未完，当日控制武林众人的秘药已被北莽秘密送入大夏。什么？小姐，已经查明北莽秘药流入了柳大学士手中。今日雍王似是被骗，王府禁卫已经秘密出动，而柳大学士则在天霄楼摆宴，说是为不孝逆女向群臣致歉。致歉？雍王禁卫，陛下可否解决？自然。那天香楼便由我来。四大掌命何在？属下在。直接潜入天香楼，为我内应。是。这柳大学士当真如此狠心，将捧在手心里的嫡女当作丫鬟使唤。哎呀，没办法，谁让他那什么原配是什么老狮子万商商主呢？这要柳大学士到。刘老，刘某来迟了，还望各位海涵。坐。刘老事务缠身，实在辛苦。刘某所做一切皆为大夏，何谈辛苦二字？至于这场宴会，我柳延初是诚心向各位致歉的。毕竟这些日子，大家都因为我这不孝女，受尽了圣上的冷眼呢。贱奴，还不致歉？是奴婢的错，奴婢对不起各位大人。这些日子以来，刘某是辗转反侧，深觉对不起大家呀。所以为了弥补各位，我寻遍天才地宝，又三顾茅庐，请来神医，跪拜多日，得良药一副，喝下之后，诸位可百病全消。啊，这药有如此神迹？诸位，
我知道大家不相信，所以让剑奴先来试药。李太医，你能否屈尊给剑奴诊脉啊？脉象虚浮，气血两虚。刘老，你这女儿恐怕是郁结于心，命不久矣呀。好，剑奴，你现在喝下此良方，给大家试药。父亲，父亲。这脉象居然逐渐凝实起来，强健有力，见效如此之快。李太医，您可是太医院院判，这天下当真有如此神药？按常理来说是不可能，但这女子的脉象确实神奇。刘老定然不会骗咱们的，虽口口声声说是贱奴，但这柳娇娇还是在刘府的庇佑之下的。如此疼爱的女儿都喝了，想必也不会骗咱们的。说的也是啊。诸位，这神药可治百病，我本可以利用神药谋利万千，可是我刘某人不屑于此。免费发放这神药，我目的有二：一是为我这不孝女向各位道歉，二是在座各位都是我大夏的肱骨之才，有着神药调理，我大夏国力可提升2个阶段。诸位可信我柳彦初？我信刘老，刘老高义，刘老高义，高义，刘老高义。慢着！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在此撒野！你不是已经死在丰都鬼市了吗？果然，与北莽勾结的人，当真是你。什么？与北莽勾结？这不可能！你这妇人，莫要因为妒忌柳家抢了你的夫君就在这胡说，私通敌国，勾连外贼，那可是死罪。到时候不止牵扯的是一个柳家，京城都要翻天了。那就让他翻天。你以为现在就好到哪儿去了？你们若喝下手中这副良药，那所有人都将成为无感尽失，任凭他柳大学士一个宋波就能随意操控的傀儡。一副药一个宋波就能把我等当成傀儡操纵，你真以为我们会信这么离谱的事啊？一副药便能百病全消，你们不也都信了吗？女儿啊！这个女人说的是真的，刘老真打算用宋波来操控我们。刘老，你当真与北莽有勾结？刘老，你说话呀！姓柳的，你还有什么可说？蠢货！你们都是蠢货！你们以为我只是把药放在酒里了吗？那不过是确保没有漏网之鱼的手段罢了。柳彦初，我要杀了你！柳彦初，现在投降，或许还有缓转的余地。我儿子从小夭折，女儿也被你所害，全家尽灭，我有什么回旋的余地？
哦，我孤家寡人的样子和你很像了，这是报应吧？报应？你与我沈家灭门有关？那是自然。你们沈家在南方的地址远离大夏的北莽，怎么会知道那是我亲自送去的？你这是认了？我有什么不能认的？就是可惜了，你的母亲是沈家独女，太有用了，有用到北莽都舍不得放弃。要不然我柳家后院就多了一个美人侍妾了。柳燕初，我定会亲手杀了你！柳燕初，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亏我们还把你当成文臣之首。那是你们蠢！私通敌国，勾连外贼，柳延初，你该死！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嘛！你别杀我，要不然雍王的禁卫会扰乱整个京都。你要放了我，我就告诉你雍王的不止。雍王，他又算什么东西？看来商主是铁了心的要与我为敌。雍王，你要救我呀！商主，放了这条有用的狗，与我一起坐上那权力之巅，如何？废话颇多。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果然这样的女人才够味儿。不过一条狗而已，商主杀就杀了。但商主不妨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入我麾下，与我一起建立新朝基业，如何？新朝基业？大夏如日中天，何来新朝基业？你想造反？我原以为你是被这柳燕初所迷惑，原来与北莽第一个勾结的竟是你雍王府。啊？什么？雍王府？雍王府可是我大夏唯一不降等的爵位，传承着世代守护边疆的职责。旗下护林军更是我大夏对抗北莽的第一关卡。他竟然勾结北莽！你说我怎么敢？我雍王一脉是守护大夏边疆数百余年，族中男儿的下场从来只有马革裹尸，可换来的是什么？是文臣永无止境的弹劾与猜忌，是求爷爷告奶奶才能讨来的军费，是虚荣之下的一片狼藉。商主，你说我怎么敢？你说我为什么不敢？你说被猜忌，可百年来护林卫军权从未被分散，一直掌握在雍王一脉手中。你说军费，可我大夏地广物博，天灾不断，总有紧咬牙的时候。可无论如何，军费也只有拖延，从未欠过一分。哪怕是拖延，也有刑天殿补上这空缺。哼！你的先祖、前任几代雍王，都是我大夏非凡的豪杰，到了这代，却出了你这么个鼠目寸光的废物，只在乎丢掉的东西，对得到的东西不屑一顾。雍王，你没有资格继承爵位。呸！明明我的先祖们才是大夏的守护者，却要常年觊觎人下，忍受各种猜忌折磨。你又怎会知道我的先祖们不会不甘？我这么做才是继承他们的遗志。话不投机，雍王，受死吧！你又怎会知道我没有任何准备？难道我就没有准备？
黑煞峰双垂山，还有你的2个侍女，刑天殿4长命，丰都鬼市消息果然没有错，你是刑天殿主。刑天殿主，这女人到底还有多少层身份？我刑天殿奉天执法，雍王李承义罪孽深重，杀人无数，今日必死无疑。哼，苏小小，我雍王一脉，镇守边疆，忠义两全，你若杀我，边疆大军必反，大夏必亡。更何况你是一介庶民，敢与我对抗，不仅是冒犯王权，更是挑衅大夏国威。苏小小，现在跪下，向我臣服。臣服？你也配？我为大夏奉天执法，铲除奸险，怎就成了与大夏对抗？而你拥我，身为王侯公卿，却私自勾结外敌，这才真正是与大夏对抗的反国之举。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来人，将刑天殿众人全部拿下！苏小小，既然你冥顽不灵，把苏小小的手下逆义正法全部绞杀，刑天殿就此除名。别动！雍王句句都是大义，若我们真的反抗，定会坐实了滥权的罪名，到时候刑天殿将威信全无。难道就坐以待毙吗？我不怕死，但死在这种有辱先人的叛国狗贼手里，还是以罪人的身份受全天下唾骂而死，我实在是不甘心。我们不是罪人，他才是。雍王，你看这是什么？我刑天殿主奉天执法，铲除不公。大夏境内，凡是触犯律法者，勾结外敌者，我皆可审判裁决。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刑天殿内，此密令高于一切指示。这是初代殿主和当时国主给予我刑天殿的绝对权威。就算是圣上触犯，我也照样审判裁决。你区区一个雍王，难道比圣上尊贵还不可？这不可能，一把剑而已，不必再废话。北莽王帐已经被攻破，叛国者如你，我也一定会杀之。就算是圣上来了，也保不下你。好，苏小小果然是个硬骨头，但你又有什么权利可以坚持到底呢？这丰都鬼市断人心脉的滋味不好受吧？你一个断绝心脉的人，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要坚持到底！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既然你不识好歹，那就不要怪我趁人之危，都给我上！你只知我心脉断绝，却不知有多少义士愿舍命助我。也对，与你这等卖国求荣的狗贼，说什么舍己为国，真是浪费口舌。你不能杀我，是皇族身份，你不能杀我。王侯公卿又如何？叛国者必诛之。你要是敢杀我，在场所有人的亲属都得给我陪葬。就凭你。店主不要，这是我父母的命令。店主慎重啊！此乃我赵家书院进出信物，我赵家满门800余人性命，店主不可丢啊！你们怎么好意思来求？平日里尸位素餐拉帮结派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有今天？事到如今，还不是你们咎由自取？怎么能绑架我家小姐来为你们让步？店主，雍王的性命可是连着我们在座所有人的命运，而我们在座都是大夏的顶级权贵，
如果您任由我们这些家族覆灭，无疑是断了大夏的根基，毁了大夏的颜面。您可要好好考虑清楚。郡主，家父父王是皇室宗亲族长，若他死了，大夏颜面何在呀？我大理寺诸多官员也都在现场，请店主三思。三思！你们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犯下滔天罪孽的逆贼毫发无伤地从这扇门走出去吗？听到了吗？我捏死他们就像捏死蚂蚁一样简单，就这样，你还要杀我吗？你还敢杀我吗？有什么不敢的？雍王府暗部300死士，100剑客，已经全部被诛杀。雍王府京中3000禁卫，除了你这里，也全部被包围。雍王，你的算盘怕是落空了。不可能！那么圣上，我可以杀他了吗？杀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他？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来人，将这逆贼打入诏狱，施以凌迟极刑，不剐上他3800刀，燃烧朕心头之恨。不能抓我！你敢抓我？我是雍王，我是大夏的雍王！至于你们，真以为大夏离了你们就不能撞了吗？今日在场之人，全部官降5级，降无可降者，贬为庶民，永不录用。至于剩下的，你们就好好祈祷，自己从未做过任何违反大夏律法的事情吧。还不快滚！苏姐姐，那些谋算利诱，是我对不起你。终归是为了大夏，一切终于是告一段落了。是啊，如今大夏的危机终于解决了，不知苏姐姐后续有何打算？入过俗世，也进过江湖，仍是孑然一身。这世间没什么可留恋的了。我应是回刑天殿，守着大夏子民，一世安稳吧。谁说你是孑然一身？姐姐就没有想过再经营一段感情吗？未来可能会吧，但无论如何，和我经营感情的人，都绝不会是陛下你。为什么？我为刑天殿主，掌大夏最高审判权力，而你为大夏帝王，掌大夏民生经济。你我之间若有私情，如何互相监管？可是苏姐姐，圣上，我们是不可能的。恭迎店主归位！恭迎店主归位！